第三世开启之后，主角团纷纷换了另外的名字和身份。叶惜雾回归本体黎苏苏，谭台烬拜入逍遥宗，改名为苍九明。已经死去的萧凛被庞以之用上古秘法重塑，最终死而复生，变成了衡阳宗的大师兄宫野纪武。第二世中同样死去的叶冰裳也回归本体墨女。看到这些主要角色模样没什么变化，基本都还在，不禁怀念起那只可爱的会炸毛的小狐狸。要是翩然还活着，那该多好。虽然翩然已经不在了，但是最新剧情中四英和精灭这两个角色的重现，却隐隐透露了翩然的身世。黎苏苏的身世相信大家都知道，她是神魔之女，母亲是雨神初皇，父亲是妖帝地冕，她是魔神座下的一只上古狼妖。而翩然的身世电视剧少有提及，有的人说她的父母是地冕和四英，这是真的吗？否定证据一：身世传说。地冕曾经对黎苏苏说过，他的父母是曾经追随过初代魔神的大妖，他是从荒渊出来的，这一点值得怀疑。四英和精灭都是魔神座下大妖，他的父母有可能是其中一个的部下亲信，但是四英一直对魔神情有独钟，甚至为了他不惜牺牲自己，所以宁愿相信他与魔神有私情，也不相信他俩有一腿。特别是最新剧情中，精灭和四英来到人间，精灭还买了可爱的小人儿，表示着代表他们俩，表示两个同生共死。可四英一点也不领情，只知道魔神的任务。否定证据二：物种不同。都知道翩然是一只九尾狐狸，九尾狐狸是传说中的比较厉害和高贵的物种。首先，九尾狐有九尾的血脉，通过修炼或是吃过天材地宝觉醒血脉，然后不断修行，只有资质最高的少数狐狸，经过几千年甚至上万年后，经历天劫，最后会修成九尾狐。而地冕是一只狼妖，四英是旱魃，完全不可能诞生出一只狐狸。万年前，他托付黎苏苏给屈玄子，但并未提及自己还有一个女儿。还有万年以后，精灭和四英去上清神域寻找洗髓印时，见到地冕被封印在荒渊。四英就是一副很嫌弃，他认为他是背叛魔神的人，不但没有救他，反而还想杀他。而精灭和四英也不可能，一个是九头蛇，一个是上古旱魃，物种跨越也是不可能的。否定证据三：法阵字符。翩然和地冕要说有个共同点，那就是使用的术法字符有点类似。我觉得这并不能说明什么，都是魔族，有点类似也不稀奇。就像是一个宗门会相同的也不奇怪，所以我觉得翩然跟这三个人都没有关系。也有些人说翩然身世不简单，三处细节显示原来她是四英和精灭的女儿。第一，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，当初翩然首次登场的时候，就简单介绍自己的身世。她生于荒渊，父母都是当年追随过魔神的大妖。可是神魔大战爆发后，荒渊突然被咒神祭则封印，父母也突然消失。翩然为了从荒渊逃离，不惜自断两尾，其中仅凭这一点就几乎能够断定翩然的父母不是别人，正是四英和精灭。第二，只要细心观察就能发现，四英和翩然他们额头上的印记极为相似，基本上一模一样。如果不出意外，这应该是某些种族特有的一种图腾。无论何种妖魔，既然额头上的印记一样，那就十之八九属于同一个种族。这一点恰恰证明四英和翩然之间必然存在着血缘上的联系。第三，四英和翩然的穿衣偏好一致，虽然颜色上的深浅有所差异，但他们都特别喜欢红衣，尤其是处于战斗状态的时候，热烈而嗜血的红衣基本上成为四英和翩然的标配。更重要的是，剧中的四英、翩然以及四英的姐姐墨女三个人个个花容月貌，沉鱼落雁，无一不是美人。而且四英和翩然的风格还十分相似，美艳妖娆，慵懒魅惑，几乎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颜值跟遗传基因确有关联，只能说翩然继承了四英的美貌和气质，但我觉得这个说法不合理。四英是个旱魃，精灭是个九头蛇妖，怎么可能生出狐妖的翩然呢？如果说翩然是吴之奇和紫狐的女儿，倒比较有可能，翩然遗传母亲紫狐是九尾狐。料想最后翩然没有死，翩然复活叶青玉之圣一缕元神，被吴之奇救走，最后修回人身，嫁给叶青玉做景国皇后，这是最好的安排。虽然长月记明第三世的主线剧情中没有翩然，
可实际上他还会回来。500年后，必然会变成一只小狐狸，重新回到叶青玉的身边。